Hello，大家好，我是 Marco。这里有一个问题，你们是什么时候第一次了解 Stable Diffusion 的？在2.2个版本发布后不久，我就开始接触它了，让我用视觉效果来表达这种感觉。所以我想说的是，我是在这个 Cascade 看起来像这样的时候安装了 Automatic，也，其实这个技术进步的真是太快了。我很幸运，在某种程度上，我很早就加入了这个行列，但我怀疑外面有很多人觉得自己被落在了后面，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能想象面对这么多注语和新话有多么让人难以应付吗？Sen just gick det så då dast gången 我觉得随着 AI 工具的不断发展，人们会感觉被摔得越来越远。这有点像你最喜欢的 MMO 游戏落后3个扩展包。你听到很多关于游戏终章有多么精彩的故事，你的朋友们面临了多么奇妙的挑战，但你却从未真正到达过哪里。这种人是初始。我开设了一门新课程，Stable Diffusion Helsinki。当然呢，我也承认来自社区的鼓励性评论和有用的反馈也起到了作用。除了快速变化的 AI 领域，我觉得目前很多内容都集中在使用方面，拖迟了基础理论。这个课程不仅希望能展示如何做软体，还要解答同样重要的为什么。正如你所知，我们的 AI 社区在文化和语言上都非常多样化。我会尽我所能使课程包容且对所有人都易于理解。所以中文一直就好像有些什么要实现。所以从这里些故事也就到了一个是的。如果我让大家看字幕，我可以更快的发布视频。Habers，我可以简单的让 YouTube 自动翻译，然后专注于制作英文视频。这是配音的这个主要原因。首先，你不能同时阅读字幕和观看海登片，这样的一个引擎不是为此设计的。而且，的第二个原因是教育方面。阅读字母会增加你的认知负担，你会更快失去注意力，这使学习变得更加困难。所以，我们这边正在都采取的新技术，因为大多数 AI 驱动的翻译服务没有相关信息，所以这是一个我锁定让讲座和理论不枯燥无赖。计算及实验课讲并排使用这2个用户界面，but 所以呢，我会同时介绍这2个界面。我在一个界面解释的内容，也会在另一个界面中解释。Wording this will to be considered，尤其是如果我希望让社区里的每个人，或者至少尽可能多的人都能参与进来。最后，对于那些没有看过我之前视频的人，我们就简单重复一下。我能够知道这期视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的妻子，她在经济上支持我。在不久前我辞去了工作之后，我决定试试这个 YouTube 的事情。Rich 太太全力支持我，如果没有她的持续支持，这次讲座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你自己开始创建内容之后，你才会明白为什么 YouTubers 会不断的说点赞和订阅。虽然我不愿意这么说，但如果你认为内容不错，并希望我继续请点赞、订阅并留言，至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信号，表明是否有足够多的人感兴趣，并且我有机会建立一个观众群体，在 YouTube 上以教学为生。或者我是否应该开始找一份真正的工作，无论那意味着什么。说完这些，让我们继续第一个主题：基础知识。我想先问这个问题，是一个小朋友的私密这些，你发现了吗？经过 Discord 让我去放这边，现在看出来了吗？那么这个呢？现在很清楚发生了什么。我正在反向播放这些视频，
你是喝茶的人吗？我猜这取决于你喝的茶的种类，但如果你喝的是英式早餐茶、点红茶或抹茶拿铁，这个过程对你来说应该很熟悉。牛奶从高浓度区域扩散到低浓度区域，这一个过程被称为扩散。经验于 Stable Diffusion 以及扩散模型总体上，受物理扩散过程的启发，我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起点。为什么第二个视频更明显呢？也许我在第一个视频中偏了呢，但每个人都能看出第二个视频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本错误的。想想看，无论怎么编辑，都不可能让这种行为看起来真实。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神经科学，你的大脑有一个内在的主观机制来感知时间的流失。这一小是被因为心理时间之间呢，这一自然修运动的基本物理规律是时间对称的。通过剪辑掉摩擦力，我去除了主要的不可逆过程，你的大脑以来与辨别时间方向。另一方面，第二个视频设计在分子水平上发生的复杂相互作用，其基本物理规律不表现出时间对称性。要让牛奶像第二个视频中那样收缩，需要分子之间极其不可能的高度协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复杂系统有向最大混乱状态发展的自然倾向，如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事实上，这条定律如此普遍的成立，以至于物理学家甚至把上增加的方向定义为时间之间的方向。因此，在这个视频的情况下，心理事件之间与热力学事件之间不一致。Scars 的确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另一方面，当 Leach 太太回家时，她会发现我们的房子正在向最大混乱状态发展，因为上的混乱的度量在增加。她的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它确实还在时间中前进。这确实让人思考，怎么会有人对现实如此困惑，以至于需要定义时间的前进方向。我想这是只有物理学家才会问的问题，可以把它看作是工作中的一个怪癖。例如，只有个系在这个时代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也是屁事？很好，Marco，但是这和 Stable Diffusion 有什么关系呢？好吧，一切都有关系。事实上，在机器学习中也是一个存在的概念，虽然定义不同。你难道从没想过，为什么某些扩展或 OpenAI 游乐场会有一个叫做温度的参数吗？虽然这些可玩温度相似之处，而且物理扩散更容易可视化。也是这样，当 Stable Diffusion 生成图像时，它是通过从噪声图像中去除高斯噪声来实现的，就像你看到的扩散过程的拟过程。看看这个提示，电视动作镜头的50，完美构图，杰作，是非完美的这种图像。现在这些观察会发生什么？我们之前进行那次物理学讨论的原因是我希望你能理解并欣赏机器学习研究领域带给我们的契机。每次你点击生成的话，你看到的都是像从茶中重新组装成整齐有序的牛奶一样的契机，或者像我打扫房子那样的契机。比论它是不是艺术，我不会参与那些争论的，但它确实有其自身的魔力，并且为了完全清楚 Stable Diffusion 没有违反任何物理定律，我也不是在暗示我们有一个能穿越时空的 AI。所以，如果你的名字是 Sarah Connor， 今晚可以安心入睡。在做类比时一定要小心，因为所有类比都有其局限性。当我与你分享我的兴奋时，我不希望我的话被误解。Stable Diffusion 之所以被称为稳定，
那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收控过程，这意味着你对从噪声中产生的内容有一定的控制權。What skjer annerledes to or stings， 因為這種處理有不可預測的因素。好，這意味着當你開始生成圖像時，即使是 Stable Diffusion 的創造者們也不能完全確定最終會生成什麼。這與過程的隨機性，或者是模型內部的隨機波動和交互有關。袒露的說，我自己對這些也不太了解。對，好消息是你可以對輸出進行某種程度的控制。實際上，你努力引導結果的方向就是所謂的條件化。一般來說，你通過向模型提供一些額外的信息或指導來實現這一點。你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做到這一點，但我們先從基礎開始。文本條件化是使用基於文本的輸入，將所有人詞描述你想要的內容，簡單明了。對象條件化是使用圖像來引導結果。你一定就看到過第一個的實際效果。我們有一個充滿噪聲的圖像，我們提供了文字描述，然後看着噪聲變成了想要的輸出。這種工作流程稱為文本到圖像，text to image。而文本輸入成為提示詞，中間所說 size、stable diffusion 以及擴散模型總體上，受到自然界中擴散過程的啟發。在 CED7， 然而自然擴散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而 stable diffusion 適用的過程是迭代的。換句話說，它是持散的。例如這個50是在20次迭代中生成的，更常見的稱為步驟。步驟數是你經常需要調整的另一個參數。有時你會發現生成的結果不是你想要的，但非常接近。CGTSD 由於 Stable Diffusion 在去噪方面表現非常出色，也沒有什麼能阻止你使用這些中間的部分噪聲圖像來生成類似的東西。例如，假設你對巫師的樣子很滿意，但你原本想要一個女性巫師，而你忘記在提示詞中包含女性這個詞，我們可以從中間某個地方取出這個部分噪聲圖像，並將其作為輸入，再加上女性巫師的提示詞。你的需求感會相對容易。那些以前運行過 Stable Diffusion 的觀眾可能會想，等等，這不是它的實際工作方式。的確，這不是我們在軟件中實際實現的方式。因此，不需要像我剛才那樣手動選擇圖像，實際上有一種更聰明的方式。你看Stable Diffusion 不進去除噪聲，它也可以添加噪聲。除了一個是 Step 是搞叫在這個光譜上選擇圖像，我可以使用我的乾淨圖像，並制定需要添加多少噪聲才能得到我想要的圖像。例如，如果這個點是 10% 的噪聲，如果這個點是10% 的噪聲，我之前使用的圖像大概在60%左右，而且添這個噪聲越多，給的我那個輸入圖像所需的去噪就越強。因此，這個量化去噪過程，強度的百分比參數被稱為，你能猜到嗎？去噪強度非常合理，不是嗎？所以，其實像索克切本之前那樣手動選擇圖像。這將是我們的輸入，我們的乾淨圖像，以及制定我們願意下降到多深混亂的參數。我們添加之前的提示詞，然後當我們運行擴散時，這就是我們的輸出。這個工作流程稱為圖像到圖像 （image to images）。儘管如你所見，你基礎上仍然使用文本。那是的。在我們今天結束之前，我已經說過點讚、訂閱、評論，我不會重複。是一個專門完成的 story 的中文，或是與觀眾嘅享受。
因为我不说你们的语言，所以我不熟悉我应该分享这些内容的网站和在线社区。可以分享對推我有給大家一個幫助。为了让你了解这能带来多大的差异，这是我在 YouTube 上发布的英文视频之前的情况。这个是 orsi Redis Youngstable Tide 的。说完这些，谢谢大家的收听。我将会在计算机实验室见到你们进行实操。我现在开始准备，再见。